儿媳把满满一瓢热水浇在公公身上，亲儿子却在旁边看着无动于衷。老刘只好一个人打着手电去卫生站处理伤口。等他回去的时候，家门反锁，自己的铺盖扔在一旁，他被儿媳赶了出来。冬天的东北，晚上零下几十度，老刘只能拿着行李来到女儿家，用剩饭果腹住了一晚。女婿不愿意了，他自己的父母还在外面单住，养着老丈人算什么？何况老刘的房子和地给了大儿子，存款给了小儿子，自己什么都没捞着，还要帮他养老。女儿和女婿大吵一架，老刘在屋里默默抽烟，提着行李离开了女儿家。可离开了这里，他又能去哪儿呢？在外面坐了一天，老刘来到村长家里，村长替他找到暂时落脚的地方，给了他一包过期的方便面，明天叫来他的儿女商量赡养老人的问题。昏暗的小房间里，老刘狼吞虎咽地吃着方便面，他又饿又冷，可人心却只会让他更加寒心。大儿媳因为老刘给小儿子打钱拒绝赡养他，却对结婚时老刘出的20万和房子田地只口不提，被女儿挑明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自己要的，不是他给的。女儿还差点动手，最后还是村长从中调和，他替老刘找住的地方，生活费儿子出1000，女儿给500。老刘跟着村长来到山上空置的房子，杂乱的房间成了他暂时的安身之所。虽然破旧，但好歹有了一个住的地方。他收拾房间，窗户没有玻璃，就找来塑料布盖上；没有自来水，就融雪化水用；抱来玉米杆喂牛，这是跟了他10几年的老伙计。女婿带着半袋土豆和50块钱来看他，外孙女想多说几句，却被女婿用功课的理由带走。小房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儿子虽然口头答应赡养老人，却根本没准备拿钱，还直接挂断了村长的电话。为了生计，老刘开始替人收玉米，只是他的牛和他一样老，拉的东西多了就使不上劲儿，陷进雪里。老刘舍不得打牛，来到后面推车，不料这一幕恰巧被雇主看在眼里，他给老刘结清工资，让他明天不用来了。失去收入来源，老刘只好捡废品卖钱，虽然辛苦，一天也能赚个几块钱。大儿子看到就不愿意了，他做这么丢人的工作，不等于告诉全村人自己不赡养老人吗？老刘和儿子不欢而散，他用为数不多的存款把窗户从塑料袋换成了玻璃，总算可以睡一个暖和点的觉了。可他到底年迈，3病2痛的也没钱治，于是老刘把主意打到了彩票上。在彩票站学习几天后，老刘花2块钱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彩票。晚上听着收音机里播报的彩票信息，他竟然真的中了。就在他拿着彩票满心欢喜地准备去兑奖的时候，却看到村里灯火通明，原来彩票店老板卖的是假彩票，大家都要找他算账。老刘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他已年过70，如今生活更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这时小儿子回来了，老刘十分开心，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小儿子了。可他张口就问父亲要20万，自己要结婚。可老刘现在连买酱油的钱都没有，听到父亲没钱，小儿子提着行李箱就回了长春。老刘的小破屋又静了下来，他用仅剩的玉米面喂了牛，和他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。他们相伴数十载，如果不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，他也不会把牛卖了。老刘把他交给牛贩子，嘱咐他一定不能卖给杀牛的人。看着牛商牵着牛越走越远，除了老牛带了10年的铃铛，什么也没留下。他到底还是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午夜，忽然出现的歹徒打着手电闯了进来，抢走老刘的卖牛钱。帽子里空空荡荡，他失去了牛，失去了钱，也失去了继续活着的希望。老刘来到父母的坟前祭拜，自己也很快就要下去陪他们了。他在歪脖子树上绑了一根绳子，这样的死法终究不体面。于是他来到村里的诊所，用失眠的借口让医生给自己开一瓶安眠药。医生谨慎，一次只给他开2片。老刘就这样1片2片的攒着，他想就这样攒着，总能攒够致死量。这天老刘破天荒地买了烧鸡和酒，伴着安眠药吃进肚子，躺在被窝里等待自己的死亡。可天不随人愿，第2天他还是照常睁开了双眼。村里替他找了公益律师，免费帮他打官司，要回儿女的赡养费。可老刘一听官司会给儿子留下案底，犹豫着还是拒绝了律师。儿子可以无情，他作为父亲却不能无义，靠着捡废品还能过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。
只是这个冬天还没过完，房主就把这个房子卖了出去。老刘在房子里吃完最后一顿饭，带着行李离开。世界仍旧是冰天雪地的白，却仍旧没有他的一点容身之所。路边荒废着一处更破旧的房子，也许是他余生的家。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养活儿女，想着等儿女长大了，自己就能享清福。对于现在的老刘来说，活一天就遭一天的罪，死了躺进土里，才终于能睡个好觉。